绽放多少烟花才灿烂？灿烂后的平淡，谁欣赏？心慌意乱，原来也是一种成长。慢慢等时光找出答案，终于明白了一座一座的山，是为了坚定最坚定的信仰。演出的陪伴，孤单聚散，黑点寒，化成了温柔的倔强。岁月的温柔多倔强。医生，我的朋友怎么样了？他是肺癌末期，不止肺部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，我们只能给他做临终护理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陪伴他好好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。慢慢，慢慢。放着我一个人，无牵无挂的，死了也没人在意。阿克蛋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找回你的家人的。找来做什么？人死了，一了百了。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连棺材都买不起。你当上小姐，就是为了要办自己的后事。我想离开之前，要为自己留下一点尊严。我不想麻烦别人。怎么了？看什么？我在看，到底是谁家的女儿长得这么漂亮？就不知道他爸爸舍不舍得把她交给另外一个男人。那说不定是那个漂亮女儿舍不得离开她爸爸呢。人家不是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吗？但这辈子不是啊。当他遇上了一个又帅又有金块的男人，他就会把他爸晾在一旁了。你吃醋啊？当然啦，看你整天对着扑克脸谈情说爱的，把我当空气，感觉就好像喝了一瓶很大瓶的醋，这么酸。冤枉啊！我都没有在跟扑克脸说话，我这个呢是在跟响当当的顾客联络感情。爸，这个顾客挺有趣的，我跟他挺投缘的。他跟我一样喜欢吃甜的，也喜欢唱歌。不过最重要的是呢，他很捧场呢。他说他要叫他的朋友看我们的直播，所以呢，我打算过2天再开多一场直播，说不定呢，我们很快就可以把钱还完了。哎，最好你天天开直播，这样你就可以当我的金山、银山还有靠山，那我很快的就能够悄悄退休喽。还金山银山呢，我只知道那个
无稽之马山跟加利谷山，你要去哪一个？我喜欢咖啡山。啊，那个是坟场哎。坟场又怎么样？没什么好避忌的，人终究都是要死，就连所有的回忆、感情也跟着尘归尘，土归土喽。你怎么了啊？怎么出去一趟回来，这么多感触啊？我今天去看了那个拿香蕉钱来当的那个昂哥，我还送了他进了医院。怎么了？他突然吐血晕倒，医生说他得了肺癌末期，只能临终护理。那老爷爷的家人知道吗？他结过2次婚，但都散了。他和第一任妻子有一个儿子，但是在很小的时候，前妻就把他带走了，从此就没有联络上。我们可以帮老爷爷找人啊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要找一个人应该不难的。我本来也有这样的想法，后来想想，这个昂哥不去找他们，可能是因为不想给他们带来麻烦，怕会拖累他们。其实，一家人说什么拖累呢？我是说，不管他们关系之前如何，再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嘛，心里一定会有很多话想跟彼此说。我觉得至少要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跟彼此说再见吧。我敢肯定，老爷爷一定只是嘴硬，他心里一定还是很想见到家人的。老板，这么多顾客，我看我们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。他们是来送财还是讨债还不确定，也许他们是火爆嫂的粉丝呢。我点的，我去灭。哎，你过去啊，只会火上加油。是啊，梅姐，他们不是来找你的，他们是来认亲的。哎，嗨，你好，帮我填一下这个。好，谢谢。你好。啊，他说他70岁。我们会再联络你的，谢谢。你好，是我是姓陈，这个就是我了。好，我们会再打电话给你的，你先回家等一等。谢谢，拜拜。陈万贯今年至少60、70岁呢。我保养的好，不可以咩？陈万贯是男的呢。我是。哦，下一位，谢谢参与。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下一位。你是陈万贯？啊，我不是，我是他儿子陈国杰。你是陈弘毅的孙子？你有没有什么证件可以证明？啊，有。为什么是马来西亚护照啊？我们后来移民到马来西亚。那你爸爸怎么没来？他死了。哦，怎么死的？什么时候？是肺癌，30年前的事了。肺癌是不是遗传呢？那你妈妈呢？我爸死后，我妈就改嫁了，是阿玛把我养大的。
可是他那几年前也病死了，留下了我一个人。你还有爷爷呢，你爷爷见到你一定很开心的。是啊，我也很期待见到他。要见人可以，来，先给我吃一下啊。爸爸，你干嘛？你没听过滴血认亲吗？我要拿去做 DNA 检验。呀，我有贫血啊。哎，忍，吃一下也不会痛的，顶多血流不止。神经病啊！张哥，还是你厉害，是药是念一眼就看出。那还用说？再怎么乔装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。老板，那你怎么知道那个男人是假冒的？陈老先生和他第一任太太是福建人，福建人都叫阿嬷，当他叫阿嬷就露出马脚了。还有，当我拿针要刺他，拿他的血去做 DNA 检验时，他心虚的眼神出卖了他。还以为在网上放寻亲启事就可以找到人。你公告全世界，说一个90多岁的老人病入膏肓，还留一大笔遗产，当然会引很多人来认亲戚啦。阿哥，你们说找不到人，会不会是陈老先生的老婆和儿子，他们都已经不在人间了？他老婆90多岁不在人间也算正常，不过儿子也过世了吗？还有，应该有其他后人吧？那可能他们不想见他，不想和他相认。他不是有另外一个老婆吗？那个老婆拿光他的钱，还跟别的男人跑掉，哪还有脸回来见他？想气死陈老先生啊！现在重点是，老人家说他不想见到他们，就算找到人也是白忙一场啊。我看得出他是嘴硬心软。是啊，再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嘛，就算有什么恩恩怨怨，过了这么多年，都应该要放下了。请问谁是陈以诚？我是。你的包裹。哦，谢谢。哇，扑克脸给你惊喜啊，哥！不是啦，请在这里签名。这里啊，谢谢。谢谢你。这是我台湾顾客寄来的。哇，这个在台南很出名的。是啊，我只是随口跟他说说，没想到他真的买了。哥，就是你说跟你很投缘那个。嗯，上次我直播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买了一套茶壶，之后就在网上常常跟他聊天。是女的吗？80%是假的，搞不好是个男的，对你另有企图啊！不会吧？我跟他聊过几次，感觉他人蛮真诚的，不像会骗人啊。管他真心还是假意，哥，下次你说我要吃鲍鱼燕窝，看他会不会寄过来。是你想吃吧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现在就给你众乐乐。你是不是 Violet？你就是宋雨辰密切的台湾客户，对不对？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回复，但我知道你是关心雨辰的。我得了帕金森。我就是 Violet。欢迎光临。啊，请问这位小姐，你是来当东西还是买东西啊？我要找老板。昌哥，有人找你。哦，来了。
你是陈弘毅的第2任老婆。白纸黑字还假得了吗？一哥呢？你们不是说他病得很严重，到底是什么病啊？是肺癌，末期。医生说他只剩最多1个月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快一点找到他的家人，陪他走完最后的一程。那他的第1任跟儿子呢？还在找，可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。如果找不到，你就是他唯一的继承人。继承什么啊？陈老先生留了1箱钱。我不在意钱，我来这里只是为了一哥。如果你不在意钱，当初你就不会拿光人家的钱跟别的男人跑掉。我也是被那个男人骗了，才会做出对不起一哥的事。我自己也是很后悔啊。现在才知道一哥对我最好。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得到这种病？一哥好可怜啊！一哥，安克丹，一哥，你怎么会来的？陈先生说你病了，我来看你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想见他们。你真多事。你不要怪陈先生，是我想见你。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很开心，因为我看清了，你是一个见异思迁、爱慕虚荣、不要脸的女人。当年是我太年轻，不懂得珍惜你对我的好，才会被那个男人的花言巧语给骗了。你都已经跟他跑了，现在才来跟我讲这些。我真的是很后悔，可是我不敢来找你，我担心你不原谅我。那你现在来干什么？我从陈先生那里知道你的病情，我怕如果我不来见你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安克丹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去外面。一哥，是我错了，你才是我需要的男人。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经带我去爱琴海看夕阳，那个画面真的是好美好美，我好怀念啊！我们还为了看日落，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船。我还晕船，吐了好几次，但那些都是值得的，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美好的回忆？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岛上骑着驴子到处去，我到现在还闻到那些驴子身上的那股味道。想不到你还记得这些。一哥，你要赶快好起来，我们在一起去爱琴海看日落，好吗？我的病好不了了，再说我也没有钱出国。你不是还有1箱钱吗？是什么钱？啊，你是说那箱，香蕉钱？什么？香蕉钱？
不然你为什么没进啊？原来你是为了钱？难道你真的以为我忘不了你这个老男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有钱，我要把他丢在海里，也不会给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女人。不要脸又怎么样？如果我是你啊，又老又穷，我早就去死了。喂，你给我滚！你。怎么了？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这个老男人了。发生什么事？你为什么骗我说他有一箱钱？有啊，他有留下一箱香蕉钱。耍我啊！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就念在旧情，陪他走完人生最1个月吧。1个月，1秒钟我都待不下去啊！要陪你自己慢慢陪他走个够。阿克丹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阿克丹，我怎么会相信那个贱女人这么好心来关心我？都是你为什么要带她来？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阿克丹，你不要太灰心，你还有第1任妻子和儿子。我女儿已经把你的消息发出去，相信很快就会找到他们。找到又怎么样？过去我做太多对不起他们的事，他们不会原谅我的。你不是说是你前妻出轨，还把儿子带走，怎么会变成是你对不起他们？其实都是我的错，我把钱看得太重了。当年日本投降的时候，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香蕉钱，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废纸。我很心痛，但是我告诉我自己，凭我的实力，我一定可以东山再起。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工作，把我全副的精神都放在我的事业上。不到几年，我的努力有了成绩，我的生意蒸蒸日上，我也成家立业，也生了个儿子了。为了赚更多的钱，我开始没日没夜的拼事业，连家庭都顾不上。桂梦一心一意照顾家庭，我却只顾着赚钱，忽略了她和孩子，还常常对她发脾气。难道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？其实这是一场误会，是后来我遇到那个司机，我才知道的。老板，桂梦和司机都是槟城人，他们是同乡，所以常常在一起话家常。其实他们都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，当时是我自己太冲动，没有机会让他们解释。既然是误会，
为什么不把他们找回来？覆水难收。只要你有诚意道歉，相信你的妻子会原谅你的。还是你搁不下你的面子？我以为我有的是钱，想再娶个老婆，多生几个孩子，太容易了。可是我大错特错。虽然我有钱，可是再也买不回一个温暖的家。是我伤害了桂梦和孩子，是我亲手毁了这个家，我自作孽啊！接近日本大学，以取得欧洲兽医教育为荣，临床实操经验很丰富的。这是伦敦皇家兽医学院，专注兽医科学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兽医学校之一。这是你为什么给我这些？这不是你的心愿吗？钱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我可以支持你。我去那么远的地方读书，你就不怕我变心啊？适当分开，有助感情升温。不是我说的，是心理学家说的。那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可是我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读书啦。你不想去英国，你可以去台湾啊，日本也行。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我爸爸。为什么？想当当现在欠那么多钱，我走了，谁帮他分担啊？钱的方面可以慢慢还嘛。欠你当然可以慢慢还，现在又不是欠你。谁叫你当初不要借我钱？其实，捐那2万块的匿名者是我。那，你爸他知道吗？对不起啊，让你为难了。谢谢你，那2万块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呢。这出国念书的事情就暂时不提了。还有啊，这些东西不要给我爸爸看到啊，我不想增加他的负担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，我们去看姑姑了。Hello， 我来看姑姑了。Dr. Wang 现在正在帮他做急救。什么急救？刚才工作人员喂他时，发现他一动也不动。我尝试帮他急救，可是，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你知道吗？大家都以为太阳是永恒的恒星，但其实它也有寿命期限，在110亿年后就会衰亡。所以不管是宇宙还是地球生物，期限到了就会离开。可是，
可是我只希望我爱的人可以一直留在我身边。一般上，流浪猫的寿命是3到4年。Mr. Cool 可以活超过5年，已经算是长寿了。我的意思是说 ，Mr. Cool 不用再受病痛之苦，也是一种解脱啊。我不要，我不想他离开嘛。我还想跟他下棋，我要跟他吃蛋挞，我想跟他一起喝绿豆汤。你说的不是 Mr. Cool， 是老板。老板发生什么事啊？他得了帕金森。你是怎么知道老板得了帕金森？那天爸爸受伤进了医院，我赶到那里，刚好听见梅姐在跟他说话。如果你坚持要出院，我就把你的情况告诉阿哥，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啊，这可能会出大事的。哥，要告诉我什么情况？虽然他们是掩饰过去了，可是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有所隐瞒。我问爸爸，他是不会坦白告诉我的，所以我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找出答案。原来那些药是拿来治疗帕金森的。老板为什么不跟你说明他的病情呢？那肯定是怕我担心才不跟我说的。所以你也是怕老板担心你会担心，所以你知道了也不讲出来。你看到那个老人家吗？他连饭都没有办法好好吃，我真的很怕爸爸有一天会变成像他这样。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事情嘛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帮你几分忧。欢迎光临，不准拍照！喂，有什么啊？就是这位安哥，他是骗子啊！看了他的脸。你说什么？谁？你们干什么？几天前我带了一条24K 的金链来卖，这个安哥他骗我不懂，硬称只有18K 而已。啊，我记得你了，我记得你了。你别装了，那条金链是我妈的，她很肯定是24K。不可能，张叔他是有敬业的鉴定师，不可能会犯这样的错的。好，我今天带了一位专业的鉴定师来，我看你们还怎么耍赖。这确是24K 纯金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是一场误会。骗局被识破了，才来说是误会。你们真的以为我那么好骗啊？我承认，是我们的失误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把差价补回给你。谁稀罕你的差价？你坐过牢的，分明就是死性不改，凭什么当鉴定师啊？哎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有话可以好好说，不需要人身攻击。错的是你们啊，还敢2人先告状，你们太不老实了。我一定会去消费者协会投诉你们的。走，小姐，我们走。张叔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怎么会犯这种错误？哦，我老婆前2天去做身体检查，验出有一块肿瘤，
我很担心呢，可能是我一时心神不宁，看走眼了，对不起啊。那你老婆现在还好吗？医生有没有说她的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？还不知道，要做进一步检查。张叔，有什么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。好。昌哥，如果刚刚那个顾客真的跑去投诉我们，会不会影响响当当啊？叫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把事情弄清楚，不会影响到响当当的。这个安哥，他是骗子啊！哎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是啊，你是骗子！你坐过牢的，分明就是死性不改，凭什么当鉴定师啊？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有话好好说，不需要人身攻击。错的是你们啊，还敢2人先告状！来得正好，普洱茶这时候的温度最好喝了。来，现在所有的人都看到那个视频了，很好啊。这不就是我们要的目的吗？反正那些人骂得越凶，对我的计划就越有利。那为什么要提到我坐过牢的事？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说。放心吧，反正网民攻击的对象是当铺，又不是你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你说的倒轻松啊！作为一个嘲讽，最重要的就是信用。你让他在网上提到我欺骗犯罪有案底，你叫我以后怎么在这一行立足？你想太多了，反正那些网民呢是很善忘的，放心，很快就不会有人记得你了。那万一被人家发现我们是串通好的呢？你安排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信得过的？总之，你放100个心，我们安排的那么周密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哎呀，再怎么天衣无缝，做多几次就会露出马脚啊！如果被人家怀疑，真的被查出来，那什么都完了啊！张叔，相信我，怎么说，当年在响当当，你是帮我最多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害你的。邱太太。Hello Jackie。Hello， 你好，邱太太。来找邱先生吗？哦，不是的，我带2位朋友来这里捧场。总之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。阿昌待我也不薄啊，我不想再做对不起响当当的事了。待你不薄，如果他真的对你好，当初你怎么愿意帮我呢？我还不是看在钱份上，我给你的薪酬是你在响当当几年的薪水。张叔，究竟谁真的待你不薄，你应该心里有数吧？总之，阿昌也算是有情有义了。当年我坐牢出来啊，要不是他收留我，我们全家可能就会流落街头了。那现在他那条船要沉了，你是不是要跟他一起沉下去呢？张叔，只要你继续跟我坐在同一条船上，我保证你未来的航程一定会一帆风顺。可是如果你不遵守船规，就不要怪我请你跳海，也许会死得很难看。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选择吧？美妈，还没睡啊？
你不是答应我会收手的吗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今天我去茶馆，你和张叔的对话我都听到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看来大鹏说的是真的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你为了利益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，连朋友都可以出卖。商场无父子，做生意本来就没什么出卖不出卖、朋友不朋友的。要怪，就怪他自己太天真。你怎么会这么冷血啊？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利益交换。大鹏也没吃亏啊，当年我帮他赚了那么多钱，让他风光一时，我只不过是拿回一些我应得的。所以对你来说，什么都要计算过，什么都要讲利益。我是商人，做生意当然要计算利益得失啊。那在你眼里，我也是一盘很好的生意吗？你不说话，就是默认了。所以大鹏说，你把我当成一颗棋子，从一开始接近我，就是有目的的，是真的吗？这些年来，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。即使二胚反对我们在一起，我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嫁给了你，因为我以为你对我是真心的。没料到一开始，你就在骗我。要不是我，你们倪家的主业早就没了。是我保住了他，还把他发展成今时今日的庆丰集团。那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美妈，夫妻这么多年，我自认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你吃的、穿的，都是最好的，我从来没亏待过你啊。姚家，那你可不可以为了我，放下对陈火昌的怨恨，祝福达达跟以诚啊？不可能！他让我受了这么多苦，我要让他尝尝被人唾弃、众叛亲离的感受。你做了这么多，难道不怕被揭穿吗？谁会揭穿？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。我警告你，最好别多事，不要为了陈火昌，把我逼得连夫妻情分都不顾。绽放多少烟花才灿烂？灿烂后的平淡，谁欣赏？欣赏过的风景早已模糊不堪。所谓快乐、悲伤，是否不再一样？拥抱多少失望才勇敢？勇敢并不
代表不心慌。心慌意乱，原来也是一